过去10几年，全球航运界一直流传着一句话：谁能绕开马六甲海峡，谁就能改写亚洲物流版图。如今，这个曾被寄予厚望的超级工程，却突然迎来了重大变化。7月22日，泰国政府发言人拉查达对外宣布，首相阿努廷已下令重新评估泰南路桥计划。相比继续推进这项耗资近1万亿泰铢，约394亿新元的超级工程，政府决定优先完善铁路、公路和港口等现有基础设施，填补交通连接中的缺失环节，以提高物流效率。消息一出，不少人开始讨论，是不是说明路桥不划算了？更有人想到另一个问题，为什么这么多年，几乎每隔几年就会出现一个取代马六甲的新方案？克拉运河、泰国路桥、马来西亚港口、印尼港口，为什么全球都想绕开马六甲，但最后真正难以绕开的，却始终还是新加坡？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背后隐藏的全球供应链逻辑。马六甲海峡的重要性到底有多高？它不仅是连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关键水道，更是连接中东能源、欧洲贸易和东亚制造业的全球动脉。2025年，马六甲海峡合计船舶通过量达到了创纪录的102525艘次，每天约有2320万桶原油经由这条狭窄的海峡运输，占全球海运原油流量约 29%。 全球大量集装箱运输都要经过这里，一旦这里出现问题，整个亚洲供应链都会受到影响。近几年，红海危机、霍尔木兹海峡局势、全球航运价格暴涨，这些事件不断提醒各国，供应链不能只有一条路。于是，所有人开始寻找 Plan B。 泰国路桥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再次受到关注。理论上，这个计划听起来非常诱人，在泰南春蓬府和拉朗府各建一座深水码头，再修一条约90公里的公路及铁路，连接2座码头，船只不用进入马六甲，直接停靠拉朗港，集装箱通过陆路运到春蓬，再继续驶向东亚。官方估计，最多可节省5天运输时间。5天的时间成本，听起来确实极其诱人，但是理论上的距离优势并不等同于现实中的商业竞争力，这就涉及到了航运业最核心的一个认知。很多人以为航运竞争比的是谁在地图上的距离更短，但实际上，现代航运真正比拼的是综合总成本。对于一艘动辄载重上万个标准箱的大型集装箱船来说，船东最不怕的往往是在海上多航行1天，他们最怕的恰恰是多装卸一次。按路桥的运作逻辑，货物要完成一次跨洋运输，流程将变得极为繁琐。第一步，巨轮驶入港口靠岸。第二步，数千甚至上万个集装箱被吊装卸下。第三步，将集装箱转运并装上陆路、铁路或卡车。第四步，通过90公里的陆路进行跨半岛运输。第五步，到达另一端港口后，再次吊装上另一艘船。每增加一次非必要的卸下与重新装载，不仅会产生巨额的人工、机械与港口作业费，还会极大增加货物损坏、遗失风险以及极其复杂的调度时间成本。对于追求极致效率的货主和班轮公司而言，宁愿在海上多平稳航行1-2天，也不愿承担多次断点转运带来的不确定性。有分析指出，使用泰国路桥每箱成本可能比传统马六甲航线高出约$252。对于很多货主而言，宁愿多航行1天，也不愿意增加一次复杂的物流转换。所以，航运商业逻辑的核心是连续运输，而非单纯的几何最短距离。泰国政府此次做出的战略调整，实际上释放了一个非常务实的信号。相比于盲目压住一个投资巨大、商业回报周期漫长的超级路桥项目，不如脚踏实地把现有的交通短板补齐，先把南北经济走廊的铁路与公路打通，把拉朗港等现有港口节点升级，让区域物流网络无缝衔接。毕竟，很多基础设施的改善无需等待数十年，当下就能产生实际的经济效益。而这
恰恰引出了今天最大的核心问题。很多人一直有一个误区，认为新加坡的发展完全依赖马六甲海峡。其实，马六甲只是入口，真正支撑新加坡的是一整套全球物流生态系统。我们可以分几个层次来看。第一层，全球最密集的航线网络，世界各大班轮公司几乎都会停靠新加坡。原因不是因为必须经过这里，而是因为这里可以快速换船，货物可以从一艘船快速分流到不同航线，形成全球最大的转运中心之一。数据显示，新加坡港约 80% 的货物为转运货物，所以真正吸引船公司的不是海峡，而是网络。第二层，全球领先的港口效率。为什么很多船愿意来？因为靠港速度快，装卸速度快，等待时间短。对于航运公司来说，一天时间可能就是几十万美元成本，效率就是竞争力。2025年，新加坡港处理了创纪录的4466万个标准箱，同比增长 8.6%， 而这也是新加坡这些年持续投资自动化港口的重要原因。第三层，真正赚钱的不只是港口，很多人只看到集装箱，却忽略围绕港口形成的大量高附加值产业，航运金融、海事保险、船舶租赁、仲裁服务、船舶维修、保税仓储、燃料补给、数字物流。也就是说，船来了不仅卸货，还会融资、买保险、维修、补给、签合同，这些才是真正长期创造价值的地方。说到这里，我们再把格局拉高一点。过去几年，新加坡一直在做几件事情。第一，建设全球最大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大士港。大士港的设计年吞吐能力高达6500万标准箱，预计2040年全面建成。第二，持续推动物流数字化，减少港口等待时间。第三，推动供应链金融、绿色航运、智慧港口等高附加值产业。大家会发现，这些投资共同指向一个目标，不是争夺一条航线，而是打造全球供应链平台。别人竞争的是运输，新加坡竞争的是整个物流生态。也正因为如此，虽然几十年来不断有人提出取代马六甲、绕开马六甲、挑战马六甲，但直到今天，真正难以复制的始终不是那条狭窄的海峡，而是海峡旁边那个用几十年时间建立起来的全球物流生态。回到泰国重新评估路桥项目的这则新闻，这并不意味着地理屏障的打破失去了意义，相反，它说明全球物流竞争正在进入新的阶段。今天真正决定一个国家竞争力的，已经不是有没有一条新的航道，而是有没有一套高效率、高可靠性、高附加值的供应链体系。地理位置或许是上天的馈赠，但把天然良港变成全球供应链的核心大脑，才是新加坡真正坚不可摧的护城河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。最后想问问大家，你觉得在未来10年，泰国路桥或者类似的项目，有可能真正撼动新加坡的物流枢纽地位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，我们一起讨论。